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曾经是我工作6年之久的地方，其中厕所的部分也设计得很人性化，母婴室有单独的换洗盆、冰箱跟热水器，让带小孩的妈妈们减轻出行要带一堆东西的烦恼。旁边还有司机休息室哦，如果你开车累了，不妨停下来休息一会，养足精神再出发。这整得太震撼了。今天给大家拍摄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服务区和台湾的休息站有什么区别，大概给大家看一下。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，像这些小广告啊，很多，基本上就我们这边是很常见的。这边就是小便池嘛，这后面的话也是像这些乱丢，对吧？然后也没有人打扫的样子，那这些也是写满了，基本上都是。然后地面的话也比较湿。呀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！哎我的妈！我真忍不住赞美他呀！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发现，大部分人都喜欢停右车道等红绿灯，有时候夸张到快车道都没有车。在高速上也是一样，他们真的会把超车道留给有需要的人。在这个视频你会发现，车流量都集中在右侧2车道，而且大部分人在超完之后都会很自觉地回到自己的车道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次难忘的台湾自驾之旅，特别是台湾的高速公路和服务区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可能会问，高速公路有什么好说的？但我告诉你，台湾的高速公路和服务区绝对值得一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条高速公路能让你感受到什么？是速度与激情，还是旅途的枯燥？在台湾，我发现高速公路不仅仅是连接城市的通道，更像是一条文化长廊。究竟是什么让台湾的高速公路如此特别呢？是什么让高速开得这么爽呢？你以为高速公路只是铺一条路让你开车？你以为服务区就是个买泡面的地方？不，真正的高速公路是一种享受。台湾的高速公路是什么级别的存在？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台湾的高速公路到底有多强，为什么它会让人回不去。以上台湾的高速公路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洁的路面和清晰的标识，每一条车道都井然有序，仿佛在告诉你，这里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台湾高速公路的标识系统非常人性化，每个出口前500米、1公里、2公里都有清晰提示，而且字体大小适中，配色醒目，夜间反光效果极佳。我在大陆开车时，经常会因为标识不清或者太晚发现而错过出口，但在台湾，这种情况几乎没发生过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高速公路的噪音控制，在经过居民区时，两侧都有专门的隔音墙，而且不是简单的水泥墙，而是经过设计的，有的甚至还种满了爬藤植物，既隔音又美观。台湾的高速公路虽然不算特别宽，但每条车道的设计都非常人性化，左侧超车道，右侧慢车道，大家井然有序，没人会龟速霸占快车道。再看看大陆，有些人开时速80非要待在最左侧，你想超车，不好意思，比车警告。更气人的是，很多地方的限速极不合理，上一秒120，下一秒80，搞得人神经紧绷，生怕一个没注意就被拍超速。台湾的高速限速普遍在时速100，且标示清晰，不会忽快忽慢，你只需要轻松开车，享受沿途美景，不用时刻提防隐藏罚单。在大陆，高速收费站是堵车专业户，每逢节假日，哪怕是 ETC 车道，也照堵不误。谁知道上了高速，我却走投无路，一眼望去那几。我穿过时光，披着一身风霜，一路上追逐我梦想，也曾彷徨，黑夜里找不到方向。而台湾呢，全台 ETC 普及率超过98%，进出高速基本不需要停车，
直接无感支付，一脚油门过去，体验堪比特权通道。想想在大陆收费站排队扫码付款，信号差刷不出来的场景，再看看台湾的 ETC， 你会发现科技进步带来的不是方便，而是降维打击。更牛的是，它还提供后付费服务，车主可以先通行，月底再统一结算费用，账单清晰透明，每一笔消费都清楚明了，绝对不会乱扣费。在台湾，你基本不会遇到不打灯突然变道的情况，驾驶员都很有礼貌，并线一定打灯，超车一定加速，没人会你不让我，我也不让你。最让我震惊的一幕是，在高速匝道口，我前面一辆车打了左转灯，后车立刻减速让它并进来。这要是在大陆高速上让个道，不存在的。在大陆高速上，大家都习惯了，谁抢谁先走。匝道河流那一瞬间比拼的就是勇气，很多老司机甚至会故意不让你，宁可自己堵一会儿也不愿意给别人让路。随着旅程的推进，我逐渐发现台湾高速公路的魅力所在。如果说台湾高速公路的硬件让我惊讶，那服务区简直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什么是服务区？在大陆，通常就是加个油，上个厕所，买点零食，休息一下继续赶路的地方，对吧？但台湾的服务区简直就是一个小型主题公园，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主题。比如西螺服务区以农业为主题，里面有小型稻田展示；新营服务区以兰花为主题，进去就像是走进了兰花博览会。还有的以原住民文化为主题，展示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用品和艺术品。我在苏澳服务区停留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一场小型音乐会，是当地学校的学生在表演，周围的游客和当地人都驻足欣赏，气氛特别温馨。可以说台湾的高速服务区是美食街、购物中心和休闲公园的综合体，吃喝玩乐一条龙，待上一整天都没问题。丽水服务区位于台湾高速公路的中心点，每天南来北往的游客相当的多。服务区一共有3层，我们先直达三炉日本美食天堂啦。这里有风味地道的静冈大山拉面，坚持现点现做的北海道水产，另外还有日本观光入场馆，以期间限定方式推出日本的各地特产。服务区2楼有好多当地美食啊，三商巧福、阿松肉羹、清水米糕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楼座位区有很多水族箱做装饰，这是台湾室内最大的无过滤系统的生态水族箱。用餐之余呢，还可以欣赏小鱼，不用怕小朋友吃饭无聊了。哎呀，终于来到我最爱的台湾特产伴手礼区了。1楼有鼎鼎大名的殿堂级的可颂八月堂，来自日本九州20多年的彻子叔叔起司蛋糕，口感轻盈清爽不甜腻，还有各种口味的塔吉特千层蛋糕。运动洋超商伴手礼一站式购齐，只有你想到，没有买不到。作为宝妈，当然要评鉴一下这里的哺乳室了。除了提供免费的温奶器啊、纸尿布、溢乳垫等，连湿纸巾都加热过，避免婴幼儿受凉。这里创新导入照明与睡眠波结合的舒压睡眠舱，让长途驾驶的过路人完全的放松休息，快速恢复精神。最令我意外的是，竟然有设置穆斯林的祈祷室，分男女各一间。哎呀，照顾的真的是太周全了。首先，吃当然是重头戏了，那里简直是美食天堂，每个服务区都有当地特色小吃，而且品质不比专门的餐厅差。我在清水服务区吃到的卤肉饭，肉质鲜嫩，卤汁浓郁，配上一碗热腾腾的蛋花汤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关渡服务区的珍珠奶茶也让我印象深刻，用的是台湾本地茶叶，珍珠 Q 弹弹的，奶茶香浓不腻，价格还比市区便宜。而大陆的服务区餐饮虽然也有连锁品牌进驻，但普遍给人感觉就是贵且一般，很少能吃到真正的地方特色。台湾服务区的特产店也很有特色，不是那种到处都能买到的大陆货，而是精心挑选的当地产品。我在南投服务区买了一盒手工凤梨酥，老板还热情地介绍了制作工艺和当地凤梨的种植历史。这种购物体验让你感觉不是在消费，而是在了解一种文化。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曾经是我工作6年之久的地方，其中厕所的部分也设计得很人性化，母婴室有单独的换洗盆、冰箱跟热水器，
让带小孩的妈妈们减轻出行要带一堆东西的烦恼。旁边还有司机休息室哦，如果你开车累了，不妨停下来休息一会，养足精神再出发。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厕所需要打扫，又不好意思开口讲的话，可以用这块小牌子来提醒清洁人员，这样就避免尴尬了。出门在外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共同的公共环境，让我们使用起来舒心又便利。像这个厕所区域，上一次的更新距离现在大约已经7年之久了，但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干净。除了靠清洁工的打扫，也是要靠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的。台湾服务区的厕所，那真是干净的让人不敢相信。每个厕所都有专人定时打扫，地面擦得一尘不染，连空气中都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而且厕所的设计也很人性化，有专门的无障碍设施，还有婴儿护理台。而大陆服务区的厕所，大家都懂，不是臭到让人窒息，就是脏到无法下脚。还有台湾服务区休息设施超齐全，宠物都有专属乐园。台湾很多服务区都设有宠物休息区，狗狗可以跑跳玩耍，还有专门的饮水机和清洁区。而在大陆，如果带宠物上高速，你只能让它在车里憋着，因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让宠物撒欢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服务区还有按摩椅，累了可以按一下，有的甚至有儿童游乐区，带娃的家长能轻松休息。换句话说，台湾的高速服务区不是让你凑合一下，而是让你舒服的享受。可以说，台湾的高速公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。台湾的高速公路不仅仅是路好、服务好，而且很多细节设计的极其人性化，让你不得不感叹，原来公路还能这样修。比如说，台湾的高速上有很多防疲劳驾驶休息站，专门设置了一些小停车区，司机可以停下来伸展筋骨，甚至还提供免费茶水。这种设计在大陆几乎看不到。通过这次台湾之行，我对高速公路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它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，更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缩影。台湾的高速公路和服务区展示的不仅是基础设施的完善，更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对文化的尊重，对细节的关注。这次台湾之行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同样是高速公路，同样是服务区，体验却可以如此不同。在台湾，高速公路不仅仅是赶路的工具，更是旅途中的风景。服务区不仅仅是休息的场所，更是文化的窗口。每当想起台湾高速公路上那些温馨的瞬间，服务区工作人员的微笑，路边精心设计的绿化带，干净整洁的厕所，美味可口的当地小吃，我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。这种感动源于对生活品质的尊重，源于对细节的关注，源于对他人的体贴。一条好的高速公路不仅连接城市与城市，更连接人心与人心。台湾的高速公路告诉我们，路不仅仅是到达目的地的手段，更是旅途本身的意义。当我们重视每一段路的品质，其实是在重视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。愿我们都能在通往远方的路上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和惊喜，因为真正的风景往往就在路上。